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废话不多说，盲盒问题马上开始。好，我们来请登登给我们第一个盲盒问题。哇，这么快，我们越来越利落了。好，今天就是因为每一次同学们都会发问嘛，就在我们视频下方留好多问题，然后好像每次我们也聊很多爱情的问题，我还没问过爱情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也要接地气一点啊，问你们这种感情问题啊，两性关系的问题。所以有一位同学问，在一段感情中到了哪个地步就算是出轨？好，这个算一个蛮理性的问题了啊，一个很理性，但是每个人的界限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对啊，而且我觉得从不同人的角度，让灿叔思考一下，他可能需要点时间。我的话呢，我觉得到了，因为分两种吧，有肉体出轨，也有精神出轨。对，然后。而且出轨是有一个过程的，肯定是慢慢的积累，然后决定出轨。好像你很懂一样啊，在哪一个阶段，很多经验丰富哦，经验丰富哦。一会儿就让你来说啊。对，好，我个人觉得精神出轨不算出轨啦。因为知道吗？这个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嘛，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比如说看到了喜欢的对象，你难免会想要跟他在一起，或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啦。我们那我换一个问题，换一个方法啊，我还没讲完你就要问问题。好，你说。那茶叔，你下载了这个 APP 交友软件 APP， 就是你已经有了确定了女朋友的关系，但是你又下了一个交友软件，这个算不算出轨？我问问你们两个吧。OK， 等一下，你再把问题说一次。我下载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你已经这样，我把这个阶段地步都说出来吧。他下载之后有没有在用？有没有说联系上一个别的女生？就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你已经有了另一半，有了女朋友，但是你还是下载了一个 APP。然后这个 APP 是专门。可能是交异性朋友，就大家都是抱着那个交异性朋友的这个心态过来的。然后那你们下载了，第一种情况是你们下载到手机上，第二个情况是你们看到一个好看的女生，然后就给她发去了信息，说哎你在做什么，你怎么样？这两个都不算出轨，还是说都算出轨？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出轨在我看来，他就是有没有意图了。就是说精神出轨它不一样，精神出轨最多就是有些想入非非啊，或者怎么样聊骚一下，他可能没有完全说我想要怎么样，没有行动。对，没有行动。你比如说这个要是纯粹只是聊骚一下，我觉得他还不能算完全的出轨，但是他已经有意图又有所行动，那就是算出轨了。对，这个行动当然是有各种层级的了。那你说的精神出轨是什么样的地步？就是精神出轨，比如说茶叔刚才说精神出轨，我是觉得，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吧。我觉得，比如说你有同事的话，你们两个成天下班一起吃个饭呀，聊聊天，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出轨。如果对象是同事的话，这也有行动了吧？就是你们说实话很难说清楚。如果精神出轨，如果是比如说喜欢的女明星或不认识的女生，我觉得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精神出轨是隔壁的一个具体的人是吧？或者是楼下的陈小姐，那我就会觉得已经有具体的对象，而且他在而且他是你容易接触到的人，这种精神出轨我就会觉得会有危险。那我觉得人肯定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对身边的人产生好感，就突然他的颜值就是很符合你的审美标准，就会有心动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都同意，心动的感觉就不算心动出轨，不算，没有行动嘛，对吧？那你就忍不住想多跟他聊天，然后叫他一起吃饭，但你内心是就是想，就是找他吃饭，我不会说任何暧昧的话，不会做这个越界的举动，只是说跟他多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聊天。那这种这些前提都是我们有另一半了，对不对？对，有稳定的关系啊。可能你跟另一半有时候会吵个架呀，这样。我觉得这个不算出轨，但是如果是我会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因为我这个人克制力是很差的。如果有些东西一旦有了开头，就会有续集，就会有一些演变。对呀，我很认识我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连第一集都不要演，就不会有续集。也就是我不会让，比如说请他吃晚餐，或者是对他表示好感这种事情，一开始就不让它发生。我会先这样，因为如果发生了后续的演变，可能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欲望。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得分情况。很多我之前不知道哪里看过，就是说，其实，在没有结婚之前，其实这个出不出轨都有点过于严重的去判断，因为那个时候你本来就是在寻找人生的伴侣的过程中，你可能刚好就倦了，对吧？你们感情有问题了，你认识另外一个女的，你可能觉得更合适，这是一个本来在寻找一个更合适的伴侣的过程中，其实我不存在特别大的出轨的问题。但结婚之后，那你已经在一个稳定的这个婚姻关系里头，这个时候就算我是觉得有想入非非等等，其实都应该克制了。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有这种状态，所以我是觉得分两种情况。像我的话，所以结婚之前你同意可以在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下载交友软件。就是我觉得要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话，就是要么就你们的感情肯定就是已经淡掉了。就是我不能否认，就这种存在这种类型人，他就是花花公子，他就是可能就想各种聊骚啊。但大部分人而言，大部分人而言，我觉得要会做这种事情的话，可能就是感情要么就淡掉了，就是或者就是成天吵架不合适，想寻找另外一个觉得更合适的这么一个出口。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结婚，其实你本来就就不一定要把自己束缚在这个人的身上，没有可能会有更好的可能性嘛？对啊，没有完全的捆绑的，可能你和他绑在一起，最后你结婚之后你后悔了，我说实话，对那个女生反倒是不公平的。结婚肯定也会有破裂，因为这个感情你真的说不准什么时候结婚了再破裂，其实比你没有结婚再破裂，其实伤害性更大。对吧？对，还有就是也要看，比如说你的女朋友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以结婚为目的，对，还是先交往为目的？那如果是结婚为目的，你们两个也都有共识了，我觉得可能我们对出轨的定义会更严格一点。对，所以这个也是，就像我觉得灿叔说的很好啊，也是看你自己的个性。如果你是花花公子型的、海王型的，那说实话，出轨的定义对你来讲是非常宽松的，对不对？甚至有时候，双方都默认这样是可以的，好像也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就是双方都默认你，只要我们是男女关系，然后我们彼此都保留空间，那你要做什么？我不会去干涉你，也有这样的关系存在，所以，这种，对。但是如果讲到，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能对出轨的定义就会比刚刚说的还更严格一些了。对，因为我们有共识，就是肉体出轨肯定不考虑了，那肯定就是出轨了。对，这个主要讨论就是精神出轨到哪一个？这个出轨其实更多是道德层面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人生很长啊，真的。就算有些人结了婚、离了婚啊，也是因为出轨的原因，他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合适的伴侣，余生很长，他能有更好的这种生活，其实也无可指摘。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们很多时都太习惯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这些事情，但其实身处其中的人呢，这个东西呢，有说不清道不明。大部分人啊，都不是那种很坏的人，大部分人都是深陷在这种感情里头，其实也找不到出口，或者突然之间发现，哎，可能有更好的出口，那各自成全嘛，有没有关系？对不对？对，还有我觉得，
对，我觉得大陆的话，可能就是相亲的比较多，就是自由恋爱很少找到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伴侣，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凑合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先求有，先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就是能好好的过日子就可以结婚，就不是说那种很强烈的恋爱的感觉，所以就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结婚之后出轨的还挺多的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我父母辈的时候，咱们父母辈的时候是很多，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你爸妈不算比较开放自由，像我爸妈的这种基本都是相亲的，特别他们这种年纪段的相亲的到后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相亲的时候基本上就见一面，感觉差不多就结婚了，然后就很快就要怀孕了，就有孩子了。对，其实他们的整个认识等等相处都是很差的，成天吵架。所以这个时候一旦男人可能就是说生活好一点，出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刚才就是铺垫这么多，就是为了说一下我的想法你来说，就是我作为咱们3个中最渣男的人，干嘛这样说自己？我觉得因为这个大环境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下载了 APP，然后我发了信息之后，然后那个人说要见面，那个时候我停，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就不算出轨，就是真的可能我找的伴侣真的不是我，如果我是那个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中国男人，就是觉得相亲找了一个老婆结婚了，就不是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会下载小软件去看一看那个都有谁在线，周围有谁，然后可能会忍不住去聊一聊，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说那个人真的要见面了，我就可能拉黑或者是我自己把 APP 删了，这样假装失联了这样但对那个人可能也不太公平，但是不是，我觉得心里要有发泄的一个出口，感觉好像。跟说你这种举动就是出轨的前兆，就是说你可能把它卸载了，过2天寂寞难耐，你又安装了。因为你并没有解决自己的那个问题那我就换一个小号。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只要一开头，就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对不对？那个欲望之火一旦点燃了，就无法熄灭，所以只要开始了，你就会忍不住。就人这个欲望这个东西，真的是一旦开始，除非有一个外力把这个东西深深切断，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这种东西出轨靠自己的自制力是基本没有用的，一旦开始基本没有用。出轨这种事情就是一开始都是不想，后来受不了，后来做了。戒除了又做了，就像吸毒一样，你没有这到最后又就真的出轨成真了。对，所以这种东西，出轨这种东西，那听起来就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出轨了。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对，我有很多朋友真的都，就是无法，就是结婚了，但是最后。一步错，步步错。对，就是没关系啦，怎么样？后来就错误就产生了。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子，你一旦被点燃了，很难被。然后过错只要犯了，就像镜子破了一样，我们说破镜难圆啊。对，就是就是或者是一张纸已经揉了，它的皱纹都还在，你再怎么把它铺平。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欲望，这种东西是很难被熄灭的。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样，要么是太太不晓得，要么就离婚了。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我们身边都有例子了，何况是真正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对，很多很多，你更不要说只有比如说男女朋友而已了，这个就更对。男女朋友毕竟还没有那么强的约束，那其实我觉得也不存在太多的问题。结了婚真的是最好，就是一开始这个念头最好都不要起，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结婚，真的是。对，你就不婚主义，不然你就结了婚，真的还是结了婚，因为还是有些责任在里头嘛，还有孩子啊等等。其实我是觉得，对这个真的，
就不要开始是最好。我就觉得要么就是太闲，不要把自己搞太闲啊，有时间想这些事情干什么？还有就是真的像灿叔说的，关系淡了，这种就会发生这种事情，不管是太太或不管是伴侣或者是男女朋友，关系淡了，你就会去想，我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所以跟关系淡了而且人跟人之间相处本来就是会有厌烦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去找足够的刺激或共同做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这种感觉很容易发生。对，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其实真的是生孩子才把这个关系维持住，没有孩子的维系，说实话早就崩了，真的很多离婚率更高。我跟你说，真的，同意，同意。有个共同的责任要做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会把你的很多精力时间都放在孩子身上，你会没有那么多精力时间去想到个人的事情，而且对吧？本来压力就很大，所以这会推着人往前走，然后时间慢慢过去啊，老了，这个反正也这没力了，出不动轨了。不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啦，我觉得同学们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对出轨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容忍是很宽的，还是很严格的？这个倒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各位中文学习者，你们好，我是茶叔，我是灿叔。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大叔所想的，在大叔小店总有一款产品适合你。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大叔有声书、大叔中文手机壳、大叔中文马克杯，还有各种学习材料，包括 HSK 教材、词汇、真题，以及各种中英对照的书籍哦。好。哇，这个问题我们聊了那么久。灿叔问你们接受开放式婚姻吗？不要再问这种，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不要再问这种了，太多这种问题，我的脑袋会炸掉，不行。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得了，就是假如有机会去和你的小时候的你说一句话，或者随便说几句话了，你会想说什么？告诉他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你的人生经历啊，或者生活经验啊，人生智慧等等，或者只是打个招呼，或者有这么一次机会让你去和你的小时候见面，你会说什么话？随便谁开始说都可以。我会就是回到过去找到我小时候，回到过去哪个时间点？对，我会跟他说无主号码。什么？然后我其实想到的也是这个无主号码，然后彩票的号码，跟他说什么东西？在西元2024年的时候，记得签下这个彩票，你就可以得到。我跟茶叔想的一样，就是说一定去北京买房子啊，就是买越多越好，告诉你爸爸妈妈，然后赶紧投资北京买房。没有，但是我知道灿叔要我们说的啦，就是可能一些人生哲理的话或点醒小时候的话或什么的。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说，开心点，做自己啊，也不会特别说什么吧，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吧，就是我可能就是会鼓励小时候的我，就是再认真一点做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我小时候的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比如说成绩不好，然后老师看我的眼光，因为我小时候我跟我哥哥是读同一所小学跟初中，然后呢我跟我哥哥就差1年而已，所以教我们2个的老师也都一样，数学老师、英文老师、国文老师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哥哥那时候成绩很好，非常好，因为他后来考上的高中是台湾第1志愿的高中，建国中学嘛。那我国小的成绩比我哥好，但是我初中的成绩很差，因为我那时候就不太想读书，所以那时候的数学老师啦、英文老师，我那时候英文也不好，然后国文老师然后物理化学老师每次都拿我的成绩跟我哥哥去比，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读书读不好，我就是不想读嘛。可是那个时候父母跟老师都会去比较，去攀比，然后就说，你看你哥哥多好怎么样，你都不想读书，考得那么烂，数学尤其那么烂，
那你这样怎么可以考上好学校？我那时候其实蛮叛逆，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攀比？我不想读书就不想读书啊。但是为了这些想法或者别人的期望，我好像一直强迫自己要读书。但是因为不是你喜欢的事情，那个成绩就一直拉不起来，所以就有很深的那种挫折感。然后又觉得说，为什么大家升学压力要这么大？我难道不能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吗？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十足的做自己，然后都是在别人眼光下过日子。像我那时候，我可能跟你们说过，我初中还减肥过，因为我初一的时候很胖，然后同学们都说啊，你这个胖猪，无尾熊，还给我起外，无尾熊就是卡拉，是什么拉？考拉，考拉，说哎，你这个我们在台湾叫无尾熊啊，无尾熊，然后动作又慢，然后又能胖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你那个名字谐音对吧？也有那个谐音。对，我姓吴嘛，刚好就是谐音对嘛，所以你就有感觉人家都在嘲笑你，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还为了减肥，我中午都不吃，我中午都不吃，为了变瘦。那其实后来身体健康是有影响，因为我这样中午都不吃，持续了1年，有变瘦，但是可能身体健康影响蛮大的。然后就是很在意同学的眼光、家长的眼光、老师的眼光，也在意我的身材。然后其实虽然我不想把书读好，可是我的内心是想要成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是我的书我读不起来，我没办法把成绩考好，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努力读的感觉，但是一直都考不上前几名。然后哥哥好像在那边都考得很好，然后后来又考上了那么好的第1志愿的高中，所以那时候就是那个有对比，对比，然后那个失落感蛮大的，就对自己也蛮失望的。所以我要是能够回去那个阶段，我就可以跟自己讲说，没关系，你就做自己吧，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你觉得你喜欢，然后不妨害别人，没有关系，对啊。所以我就会希望那时期的自己能够开心一点，对啊，变说好啊，变一思。我跟茶叔差不多了，我觉得也是那个上高中啊、上大学学的这些东西都好没用啊，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就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初中啊，都是从早上7点半上自习，一直到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回家再写作业，写到12点或者凌晨1点。那写这么多呢？对啊，这个高考、中考不都课业压力很大的？对，然后还要上补习班呢，周末还要去各种各样补习班。我都忘了，你没有参加？我没参加过补习班，从来没参加过。没有吗？周末的时候都得那个去老师家。我从来没有。因为你如果不去老师家上补习班，老师在那个班级里边就会给你臭脸。那是你老师，我老师不是这样。有时候学校老师他自己开补习班会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感觉就是那么多，大概10年的时间就困在那个家里和学校里了。对，然后觉得就是学的东西那时候记得挺牢，现在就想一想我都想不起来了，像什么生物啊、物理、化学这些知识，就除了最基本的基本都忘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告诉自己，就是随便上个学就行，不需要那么认真，就是还是要享受你做孩子的这个快乐啊！你是孩子，那就去做孩子喜欢做的事情啊，就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多课业压力。而且要学习的话，就只学习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多学几门语言，这个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其他的知识反而没有那么，或者是学一些，比如说特长啊。艺术的，或者是做这种体育特长生啊，都可以。我觉得这些是，真的是能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啊。其他那些准备考试的东西，真的我觉得浪费太多人生时间，人生太短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就是这个时间的长河中，我们都在睡眠的状态，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很认同哎，对，真的是。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上学的这10几20年间，也其实都很多社会的价值观压力。其实你真正记得的回忆，就是可能跟朋友出去玩开心，然后
就是可能高中你有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大学有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你就会最记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最记得谈恋爱的时间，然后最记得那些特别的时光。至于那种填鸭式的那种东西，其实说实话，你还记得多少？是历史地理，你像我文组的历史地理，说实话，大概都忘了90%了吧。就像Ben叔说的，只记得最基本。但是我脑中一直会有的回忆，就是跟同学们，然后相处的快乐时光、痛苦的时光、难堪的时光，然后那些我都会永远记得，而且是很甜美的回忆。不管那个时候是痛苦还是欢乐，都变成非常甜美的回忆，很值得回忆的。你像我现在的那个群组啊，台湾用 Line 嘛那个群组我有大学群组，也有高中群组。我看到这些群组，我就会回想起，哇，高中跟大学时期跟这些同学们，哇，这种相处的快乐时光，绝对不是死读书那时候的时光，绝对是跟他们快乐相处的时光。真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传统的这些教育制度，其实已经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对呀，现在孩子应该好一点吧？蔡叔，确定吗？你确定吗？你像我觉得其实真的要换个角度想，就是说我们怎么在这些时期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更有价值的回忆，而不是去背那些其实日后根本用不到的东西，然后为了考试你把所有的时光都浪费在这些东西上。对，我真的还有告诉自己不要找那个朝9晚5的工作，就我觉得好像那个亚洲人呢，就是韩国人、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太卷了、太累了，一直在加班啊，就感觉整个人生就过去了。其实我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也是朝9晚5的工作，然后做了10年，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告诉自己说，你还剩几十年可以活，你还有多少个10年？然后我那时候一想到这个，就觉得一股很恐惧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这种朝9晚5的工作，我要做到我退休，我都能不能活到退休，我都不晓得呢，对不对？然后我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过？所以我真的在那个念头的冲击下，过2天我就递辞呈，说我要离开。老板还说，就是这样。老板还说你不要离开，公司需要你。然后而且老板最后看我那么坚决，他还说，不行，你至少再做3个月吧，再做3个月你就满10年了耶。10年的话，那个退休金比较高。我说不要，我就是要现在。因为我知道我一旦退缩了，或许我就不敢再递了，那个决心可能就不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老板讲，我就是要今天离职，然后而且我交接都已经处理好了，跟那个交接人都已经交办的事项都完成了。那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离开这个工作将近10年的公司。但是我当然也会有恐惧，比如说我能不能再找到工作，我能不能够再赚到钱。但是我觉得后来其实一切都还蛮顺利的，我就在补习班工作，工作压力也不大，也不是朝9晚5了。然后现在更好了，现在找到自媒体的工作，对啊，那就更不是朝9晚5了。然后我就很庆幸说，我终于能够在大概30多岁的时候，快40岁的时候，我终于脱离了朝9晚5的生活了。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是几岁？像是37吧，37、38。因为我那时候是26岁开始工作，差不多36岁左右。对，所以我很庆幸我当初做了这个决定，否则我现在可能还在这间公司，然后早上班，然后塞车，然后空气很糟糕，然后下班也是挤啊，塞车塞得很严重，然后回去呢可能洗个澡，看一下电视，吃个晚餐啊，要睡觉啦。那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吗？没有太多的时间了，真的。然后周末可能你想赖个床什么的，周末就没了。每一次的周末都是咻一下，周末就过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就必须要这样过嘛，太荒谬了吧？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工作嘛。然后这个工作对我来讲也完全没有自我提升，没有学习性在里面。我在这个工作里就是做一样的事情，好像机器人一样。对。然后我完全没有成长。然后我想说，我还有多少个10年在这种没有成长、
然后为了薪水，为了五斗米折腰的这种环境下，我还有多少个失眠？对。但是我很庆幸我改变了，因为现在我就没有再过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且是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对啊，对啊，就很好。就是我觉得社会会加给我们很多这种价值，像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活得很辛苦，就是没有一个阶段停下来去好好享受生活。像我刚参加的这个硕士嘛，一毕业之后，这些同学就全都回国去找工作，因为他们是这个应届毕业生，有很多机会是给应届毕业生的，对，所以他们就是还没有做完答辩就已经开始投简历，就是为了马上回去就可以面试，然后上岗工作。就很多人毕业了可能想就是玩一年啊，毕竟从高中走过来都没有停下来过，但是就是感觉我说叫他们出去吃饭啊玩一玩什么的，都说不行，太忙了，我要考一个这个，我在西班牙现在要赶紧考一个这个 C1 的或者 C2 的这个西班牙语证书，趁我那个西班牙语没忘的时候赶紧考下来，这样为以后工作更方便。所以就感觉太累太辛苦了，我会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自己就是还是要找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方式，不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企业特别对于这些这个00年后的人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应届毕业，你如果隔一年他们不要，所以这种对于应届毕业生压力好大。我觉得现在的00后的也不轻松，你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在这样的循环真的。刚才笨叔说的这个，就是说是不是现在孩子好一点？就是完全没有。我刚冷笑了一下，完全没有。你像瑶瑶他们真的是开始上学，就是每天早上他还好，因为家里住得近嘛。就是能睡到个7点20分叫他起床吃早饭。7点20分，好早，已经很迟了。别的孩子对住得远的就更早了，更早。他们有些住得远是7点40之前必须到学校，那父母要开个车送过来，那不是6点多6点50几分就要起床了。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基本上一天都在学校，当然他还能回来吃个饭，另外一些孩子就不能回来吃饭。然后下课之后呢，就是可能在小区里转一会儿，陪他玩一会儿，然后回来之后吃个晚饭，又开始写作业，写完就9点半10点之后了，收拾这么小的孩子就写到晚上9点半了，这还算早的。我告诉你，有些人写到11点多的，真的。学校的老师有病了，真的是。还有现在的作业啊，是不会饶过父母的，很多作业是父母要一起做，让父母一定要监督，有些父母要参与进去。对，真的很多很多。瑶瑶几年级现在？下半学期就3年级了。才3年级，小学3年级，小学3年级，小学3年级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现在小孩真的没有比较好。之前说所谓的这个什么双减呀、减负都是扯淡，我说实话，真的没有一点用处没有。因为老师学校他也有这个升学的压力，他就偷偷的给你加很多很多东西，不是明面上的东西很多的。而老师不是说有时候以前所有东西学校直接发给你，现在没有，让家委去买，然后和家长说这是需要的东西，又不说是学校需要的东西，你自己领会是需要的东西。你这个东西发下来之后呢，你不做不行，到学期末的时候老师还要检查。对，很多东西都是老师还会批评，在课上批评。对，最主要是这些东西，最主要是很多其实是无用的，它是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不断的一样的题型，不断的重复再重复。其实对于孩子们就是消耗，就是一种消耗。本来对有些东西有些兴趣，有些热情，就是不断被这样消磨掉。说实话，但像你们说到后面，就是可能中国人这个，一毕业之后又开始不断的工作，也是这种状态。早上很早出门，晚上可能很迟才能回来，真的一天到晚就累死累活的，真的。因为是人群效应，因为所有的人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你不做，大家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或者说你干嘛这么做？反而你会觉得可能自己是对的，但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觉得自己做错了，会去让自己去适应别人，这个挺恐怖的。甚至是你最亲近的人都会这样想。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从我那个公司离职了，然后我想休息3个月，
然后我爸爸就会说，该找个工作了吧，怕没钱哦，什么什么的。是。然后呢，甚至我爸有一天坐在，就是我在看电视嘛，那时候我还没有找工作，他坐在我旁边说，如果你觉得应该我去工作的话，那你告诉我。扎心。其实那个很伤人呢。对呀，哇，那个我那时候看电视，我马上坐起来，好像被电到一样。我觉得很伤人的一句话。肯定啊，肯定啊。我只不过想要休息3个月，然后我爸坐在沙发上说：“儿子啊，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工作，要我这个老头子去工作，你说我去工作，我找工作，我明天去找工作没关系。我也不是没有做过苦力，什么讲一堆。”我就被电到，我就说你讲这句话，你不会觉得很伤人吗？我难道不能休息个3个月吗？可是，我爸代表的就是传统社会的想法，你一定要赶快找到工作，赶快找到一个朝9晚5固定的工作。对，所以我那天我也被他伤到，我就上网去就投了几个补习班的简历，隔天就有补习班联络我。然后我爸就说找到工作真好，就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真的社会给我们太多莫须有的压力跟价值观了。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社会发达了之后，又带来很大的弊端，就是大家人与人之间这个交流信息太通畅了，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特别容易影响他人，就比如说有些妈妈很急的话，那他们在一个集合里群里头，另外一些有些不是那么急的妈妈，不自觉的就会被带动起来。对啊，或者是在朋友圈里说我儿子现在钢琴那个考级考过了，或者是什么围棋考级考过了，就会给别的妈妈压力，很多压力。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们3位算很幸运了啦，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传统压力下有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喜欢不止他不用朝9晚5，重点是我们享受，我们喜欢，然后有赚到，其实重点就是有赚到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对，有赚到钱，只要你有赚到钱，基本上太多的社会价值观就不会灌到你头上。对，所以我觉得我们3个算幸运，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必须像老鼠一样，一直踩这个轮子，然后就不停的在生活、工作、婚姻关系中不断的打转。其实我有时候也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工作性质确实不是朝9晚5的，有时候我会周中的时候陪我老婆去个商场去买点东西，我就发现商场里怎么有这么多人。他们都不用上班的吗？他们到底是有年轻人和中年人吗？什么人都有，他们到底是怎么？游客吧？不是啊，不是游客。其实可能真的就是人生有很多方式，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陷于这种朝9晚5的这种模式里头，没有打开思路。其实有很多方式，他可能做一些别的东西，他也能赚到钱，对不对？我们不要我是觉得不要把自己就是固定在一个方式里头了。其实我和瑶瑶的妈妈就说，其实不要鸡娃了，因为你自己现在看到自己孩子才这么小，就这么累。我当然不希望他就是说过那种很安逸的生活，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很多东西是重复再重复，就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挤压了。而且你会去和别的家长去攀比啊，等等，去别的孩子做哪些数学的东西啊，等等，你都想跟进的话，带给孩子太大压力，他反倒没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去思考，去想一下有些创造性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和他妈妈现在达成共识，就是不要太激孩子，当然可以激一下自己好好努力的话，以后比如说经济更好一些，给孩子有更好的这种容错率。就是有试错的机会，是这样的，因为人长大之后，你要去不断去找到自己合适的、自己喜欢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假如父母能支持你的话，我是觉得会比较好一些。你家境要是都是比较窘困的话，父母没法支持孩子，孩子可能就只能硬着头皮就去做那些事情。假如能支持的一下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我是这样觉得。对，这个我同意。所以我觉得不妨大家勇敢一点。对，我觉得很多变化都是在勇敢之后发生的。当你愿意勇于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许你的人生就开了一扇窗，
你就往更好的地方走去。当然也有可能从不好的地方走去，但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尝试，不断的从错误中学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棒，我很喜欢。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我问什么？就是小时候跟小时候回到过去跟小时候说一句话。对，我也想到，那会儿也准备了一下，我觉得我会怎么想，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就是我可能会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我到底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你们俩觉得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就是以内向和外向。内向的呀，非常内向啊，非常内向，不至于小内向，75%内向，内向啊，应该是灿叔是算内向的，算内向，我觉得，对，其实但有时候好像又有一点这个状态有点分裂的，我是这样想，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困惑，就是我妈他们成天给我说，就是我在7、8岁之前的时候特别外向，就算是一个社牛，到后面了就突然变得内向起来。在那个时间点呢，就是他们去县城里开始办家具厂的时候，但是那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记忆。后来有一次，但是你那时候就留守儿童了，对吗？对，我差不多就是留守在一个城市。对，我就没有特别多的记忆，就是那整个我之前和你们说过，在乡下生活了很久，但是我没有太多的记忆。后来有一次，我老婆给我看一句话，我觉得好像让我有点明白了，就说人有些时候对一些自己不是特别感觉有点不喜欢的经历，会记忆，会刻意的会忘掉那段经历。有些人是这样，他会不喜欢的经历，他会把它记得很深刻；有些人是会刻意的忘掉。我是那种属于，所以那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记忆里头没有太多东西，就是没有记得太多细节，我想不起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当了爸爸之后，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因为我父母开始去城里去创业的时候，正是和我那个时候年纪和我儿子现在差不多，然后我就想，我那个时候可能正是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陡然之间他们有这么一个决定，把我放到乡下。其实一开始是待了完整的1年在乡下，就跟我奶奶2个人，后面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小学都是回来的，就是我奶奶2个人。这个时间段，其实我可能内心有很多想法，我会揣测，我会想我父母为什么什么这样把我抛在这块儿。可能慢慢的从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发生了转变，就是因为从那个之后去城里之后，我爸老说我，就是说你怎么像个闺中小姐一样都不出门的，也没有社交，也不愿意去出门干什么的，成天就待在自己屋里头。为什么之前那么小的时候是这么活泼的开朗这么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变成这样的？我觉得是有这么一个阶段的。所以现在其实我自己带孩子，就是会反复的和孩子说，就是我和老婆都反复的孩子说，就是我们很爱你，我们真的很爱你，让孩子很明白，就是这个爱是很踏实的。所以真的让我要想回到过去的话，我会和我小时候的自己说，其实你爸爸妈妈很爱你，是爱你的，是爱你，对，生活没有关系。我爸爸妈妈没有和我说清楚，他们没有不会和我说，就是说我们是因为怎么样。只是他们就去了，决定你只能接受这么一个事情。那一代人都不会说，那一代的人不说，对。但是孩子们特别需要这些东西，对，特别需要这些东西，就是知道父母真的很爱自己的话，这边西班牙人天天跟家人打电话，然后都会说那个我爱你，就是一个口头的这个东西，真的很，我觉得真的对，特别对孩子而言很重要，很重要，对，很重要。因为孩子就是你不止行为上。你在口头上也要让他安心，特别是在他脆弱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一定会特别需要。是的，对，对，我同意，很重要。煽情，太煽情了。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会更让我们，把现在的自己做得更好。对，是的，对，比如说灿叔想到这个环节，就会跟灿嫂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再让这件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是的，对，所以这些可能曾经过去不是那么好的回忆，其实到最后都会成为激励自己的动力啊。是的。好 ，OK，灿叔柔软的一面，对啊，我跟茶叔首先想到就是彩票和买房子增值。我们好俗气，物质，我们好俗气，太肤浅了，肤浅啊。
好，OK，那我们就2个问题吧，时间差不多了嘛？对，今天我觉得聊得好深刻，我很喜欢今天这一集因为我没想到我们展开这么多。对，因为我觉得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我都想，就是出轨啊，出轨。对，我觉得这2个问题都让我们去思考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会去想的主题但是我觉得真的聊起来还蛮有意思，我也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回答，或者自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好，所以大叔们也要谢谢各位同学提供的盲盒问题有的真的是不错，有的很无聊啦。还要吐槽什么女人啊，什么 uncle 变 auntie 没有变女人吧？每集我们都变女人。我现在想到变女人有点变噩梦了，你知道吗？大家很喜欢我们 uncle 变 auntie 这样子有点变噩梦了。好，不过今天的主题同学们问的问题很好，我也很喜欢，还有参数的问题，我觉得让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生，回顾一下我们的人生，我觉得真的很好。好，那今天就到这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还有更精彩的盲盒问题等着大家。大家再见喽，下次见，拜拜。